那么今天下午的第3支票来自于港股的工商银行，同时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会员约稿。先说一下结论吧。整体走势目前看，此次开始的反弹上涨应该还是没有结束，并且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在0轴上方也是处于一个扩散的一个状态，说明当前多头的动能还是比较充足的，只不过是在局部的压力面前遭遇到了这个需要洗盘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并不影响后期我们继续整体向上看。好，下来我们继续用波浪理论的规则和形态来分析一下后期上方将会面临哪些关键的压力和目标，以及这一次的上涨可能上行的一个位置。首先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月线图，那从这个月线图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其实工商银行它是处于一个大周期的一个区间当中，这是下方的趋势线上方的趋势线压制，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行通道。那在这个平行通道里面，工商银行的价格也是从相对的低位在向这个区间的上沿在不断运行。至于后期能不能摸到，我们还有待观察。那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之前的这一波走势它是如何呈现的。首先，这只股票上市的时间是在06年的11月份截止到现在也将近19年时间。那在这19年时间里面，在这个相对大的区间里面，整体是走出了2波下跌和1波上涨。先看第一波下跌，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 ABC 结构很简单也很清晰。在这个下跌结构完成之后市场迎来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可以说是一个 B 浪 BA、BB、BC， 无论是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还是从上涨途中的这种反复来说的话，都是非常的一个复杂。那么目前先看它是一个 B， 之前第一次下跌是一个 A， 那从这个 B 浪的高点它再次向下运行，也是走出了C1、C2 以及 C3 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对应之前 A 浪的一个整体形态。其实在波浪理论当中，如果 A 浪简单，那么相对来说 B 浪或者是 C 浪就会走势比较复杂，它是处于一个交替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 A 浪复杂，那么 B 浪或 C 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当前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次出现的就是 A 浪简单， B 浪复杂， C 浪也复杂。这里所谓的复杂是指它的结构复杂。那好，在这个3波 A、B、C 结束之后，那市场再次从这个相对的低点 3.35 港币开始启动了上涨。那其实当下这一次的上涨就存在几种变数。第一种变数就是参考之前这个 B 浪的整体走势B 浪整体走势，它有可能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预期再下来，然后再次上涨这是一种形态。那么如果按照这种预期来看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拉一下黄金分割，同时我们要参考一下之前的2次高点，那么我们大致就知道了上方的压制是位于之前的反弹高点以及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这个区域大致是位于 6.65 到 7.10。 如果第2次的这个蓝色段和第1次蓝色段走势相似的话，那么 6.65 到 7.10 就是它一个关键的压力目标位，可能到了此处就有可能出现中期的一个回撤整理形态，而且幅度会比较深。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下来，我们如果说第2种预期的话，我们就需要将整体的时间调整到这个更小级别的周线。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了周线图。当前周线图当中从刚才所说的那个低点开始，它走出了1、2、3、4、5波。那按理来说，这个5波形态已经结束，后期将会面临一个较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月线图的指标在相对的低位，月线图的指标在0轴之上
它还是处于一个张口扩散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说明当前的多头动能还是比较足。那此处往上运行有没有可能整体如果是反弹的话，从 3.35 开始向上的反弹，它是在走一个一波流的形态。那如果是在走一波流的形态，那么也就意味着近期可能会有一个潜伏的调整，然后再次向上直至刚才我们所说的月线级别的这个压力位。整体走势你可能会看出来是走了个1、2、3、4、5、6、7，它其实不是7波，它中途两次行情它是要两波行情它是需要合并，其实就是走了一个 A、B、C 或者说是 WXY 的一个双重三浪。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拉最近的这一次的上涨当中的这一个黄金分割，看一下下方支撑在哪里。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大致就知道了后期下方的这个支撑位置是位于 5.50 到 5.70 这样一个区域。如果后期行情先回撤到上述区域，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底分型或十字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可能后期会走一波流的反弹，再次创出新高，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介入机会短线的介入机会。这是相对中性保守的一种看法。那还有一种看法，就是当前我们对于此次上涨它是否是反弹还是反转存在一定的区别。这里我们给出的分析它是以反弹为主，如果是反转的话，那从相对的低点 3.35 开始向上的走势，它将会运行出9波形态。第8上方还有个高点第9波，那这个第9波的高点可能就会触及或者是临近之前的这个上涨高点也就是 7.67， 甚至于趋势线的压制 7.88 附近。所以中期我们还是对于工商银行只能说是继续观察，先按照反弹来看待至于后期到底是一波流的7波所谓的双重三浪也好，还是真正是形成了反转，从目前的5波推动演变成9波延长推动呢，都是有待观察。那么以上就是当前我们对于这只港股工商银行后期整体走势的一个波浪结构分析。那么这里也看到了说出来2种结论，无论是第一种看反弹也好，还是第二种看反转也好，那么目前来看此次的上涨应该还是没有结束，多头的动能还没有完全的宣泄完。所以如果你持有这只港股工商银行的话，那么可以建议你继续往上再看一看再等一等，等待这个关键的刚才所说的这个压力区域到临近或者是触及。那么后期咱们也会将一些好的这个会员约稿品种分享在咱们 B 站，但是更多的品种我们会在我们的会员群里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这个 QQ 联系我们获取这个入群的这个资格。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